Hello，大家好，我是 DP。最近业内悄然掀起了一个传言，或者说是讨论吧，就是说很多开源模型会考虑开始闭源化。然后呢，这个讨论有愈演愈烈之势，所以我做了一些分析和总结，录一个视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我们来追溯一下这个消息的来源。我最先找到的是这张图片，是 GLM 发布的一个关于 GLM5 将会继续开源的一个视频，告诉大家不要恐慌。看到这个就是这张图片的时候，我觉得有点意思。然后紧接着我找到了 GLM Turbo 这个模型的一个相关信息。其实这里大家只需要知道有这个模型，然后它是为 OpenCloud 龙虾进行定制的模型就好了。然后这个模型当前并没有开源。然后紧接着我又找到了这张 Minimax M2.7 这个模型的发布信息，这个模型也没有开源。然后紧接着我找到的是小米的 Mimo V2 Pro 这个模型，它也没有选择开源。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消息汇总，时间是26年的3月中，一共有3款模型选择了闭源或者说没有开源，分别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3款模型。然后稍后我又进行了更深一层的信息挖掘，我找到了如下信息。首先 GLM5 是一个开源模型，并且官方承诺 GLM5.1 也会继续开源。然后 Minimax 是 M2.7 这个模型当前是没有开源，但是有消息说会推迟开源。像 Mimo 这个是说的是 V2 Flash 已经开源，稍后稳定以后会有更多的模型去开源，这是一个信息的汇总。然后我觉得这种恐慌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在这个商业时代，连不限速的承诺都没有办法保证，大家还能觉得有什么事是不会发生的呢？对吧？而这个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和龙虾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很多模型都说自己是对龙虾进行了优化或者什么，然后你又不开源，然后现在龙虾又是热潮，用户就难免会有一些遐想，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在继续下面的内容之前，我想跟大家来简单聊一下开源的区别。我们熟知的开源有2种方式，一种是权重开源，一种是完整开源，并不是说你看到了这个模型，它说它是开源的，它就一定是完整开源。关于这2个名词，我展开跟大家用做蛋糕的形式来做一个比喻。关于权重开源，你可以把它想成给你的模型是一个做好的蛋糕，你可以直接吃，吃就代表你可以使用，然后你也可以给它涂上奶油，有更好的风味。那么涂上奶油就理解成可以对模型进行一些的微调。这类的代表是千问和 GLM。然后完整开源嘛，就是在上面的基础上把烤箱的设计图给你，把独家的烘焙工艺也给你，这类的代表就是 DeepSeek。对于学习来说，我觉得完整开源会更好，但是完整开源也是有一定门槛的，这个我们就不展开说了。然后我想聊一下开源、闭源和商业模式的关系。我觉得开源和闭源就是配合起来是一个更好的商业模式。为什么呢？因为你有开源和闭源，可以更好的进行商业化运作。像这类的代表就比较多，比如说千问它开源了很多的模型，然后小参数占比也很高，但是它的 Max 系列模型是不开源的。然后 GRM 也是有GRM5 和未来的 5.1 是开源的，但是 Turbo 系列它不开源。然后我个人觉得最佳的模式应当是这一代选择不开源，然后每出一个新一代，那么上一代就选择开源。当然我也知道这是有非常大的难度和挑战的一件事情。然后我想展望一下整个开源生态的一个未来。首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觉得这些开源模型他们都是自愿的选择了开源这个商业化模式吗？1、2、3。好，你可以把你的答案打在屏幕上。我觉得并不见得。我个人认为很多开源模型是由于当年的 DeepSeek 推了一把而不得不选择开源，他们当时真的没有太多的选择。然后对于有些模型来说，我觉得在不久的将来选择闭源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因为未来的不确定性，我觉得未来可期，非常值得期待。因为 AR 的这个时代不会因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模型而停止，它的历史的车轮一定会滚滚向前。接下来我想聊一下对个人和小公司的影响。首先，是否开源对个人和小公司来说影响真的是微乎其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这样来假设，像400B 这种参数量的模型，比如说千问 3.5， 比如说 Minimax， 本地部署都会有非常大的难度，难度真的不小。所以对于个人用户来说，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多关注的是小参数模型的开源，这样是一个更实际的选择。当然，有用户会说啊，我注重隐私，我注重审核，我只能选择自部署，那么怎么办？那么很抱歉，这部分用户占比实在是太少太少，甚至我们可以用微乎其微来形容。然后对于企业用户，那么影响一定是有的，但是企业用户不在我们考虑的范围之内。好的，最后给出一个现阶段模型选择的建议，个人建议啊。首先，如果你有搜索类的需求，优先考虑 Grok。然后，如果有 coding 的需求，可以考虑 Opus 4.6或者 GPT 5.4，目前是最优解。特别是 Codex 驱动下的 GPT 5.4，目前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当然，Codex 的双倍配额的一个方案也只是到4月份，时间不多了，有需要可以体验。然后，如果是 UI 设计相关的方面，可以考虑 Gemini 3.1 Pro， 当前也是唯一的一个模型选择方案。有人说 GPT 5.4 会更好，但我测试下来好像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提醒 Gemini 3.1 Pro 是有残血和满血的区别，尽量去用满血的方案。然后，如果一定有本地部署的需求，我建议的就是考虑千问和其他模型的小版本方案。因为我个人并不喜欢本地部署，所以这里也没有太多的经验可以分享。而且大家可以看上面的列表，我推荐的几乎就没有考虑本地部署和开源方案。为什么？因为时间效率是我考虑的第一要素。好的，在最后想特别感谢 DeepSeek 为模型开源做出的巨大贡献，真的是不可磨灭的贡献。虽然我个人不用这个开源模型，但是我知道这个贡献会惠及到每一个人。好的，这就是这一期关于开源模型是否会出现闭源化相关分析和分享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请帮忙点赞和转发。如果你有相同的经验想要分享，或者遇到相关问题，欢迎留言。另外，既然你已经看到了这里，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开了一个 AR 讨论组，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私信我，欢迎加入。我是 DP，谢谢。